你有过这种经验吗？昨天熬夜追剧，或者是跟朋友玩到3更半夜，隔天醒过来的时候，你发现自己不仅反应慢半拍，连最简单的逻辑判断都有可能会出错哦。甚至是你刚刚明明要去厨房拿一杯水，但是当你走到厨房的时候，你却马上忘记，我来这里是要做什么？从生理机制的角度来看，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这并不是你的错觉，而是你的智商真的暂时下降了。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你老了，而是因为你的大脑目前正处于系统垃圾超标的状态。这都是因为你的大脑昨天晚上根本没有启动深夜自动清理程序。为什么一夜没有睡好，你的智商就会下降呢？今天我就想要带大家进入那个深夜才会启动的大脑清洁现场。我会告诉你为什么熬夜是在谋杀你的智慧，同时我也会分享3个建议，让你可以快速重启你的清爽的思绪。大家好，我是 Dr. 静宁，微生物学博士，生物工程师。在实验室里，我每天观察细胞对于外界的各种反应。我发现我们每个人就像是最新型的智慧型手机。如果我们不看使用说明书，乱灌不适合的电力，或者从来不清理内部的快取垃圾，那这整个系统就会异常的发烫、卡死、宕机。今天这部影片就是要分享给那些常常感觉到睡不够又醒不来的朋友。首先，我们要来认识一个最近10年才被科学家完全解开的一个秘密——类淋巴系统。你可以把我们的大脑想象成一座24小时不停运作的工厂，只要工厂有在运作，就会产生代谢的废料。但很有趣的是，我们大脑这一座工厂，白天它是不清理垃圾的。在我们清醒的时候，大脑的神经细胞它会排得非常的紧密，就像是下班尖峰时段的捷运站，人挤人，根本没有空间可以让垃圾车进来。但是当你进入深层睡眠的时候，神奇的事就发生了。大脑里的胶细胞会开始主动的收缩，让细胞跟细胞的距离一下子拉开了有60% 这么宽，让原本拥挤的街道变成了宽敞的大道。当这个街道变宽的时候，我们的脑脊髓液就像是强力的洒水车，会顺着这个大道灌进去，把白天产生的代谢垃圾，就像是会造成我们记忆力退化的类淀粉蛋白，一次冲刷干净。有趣的是，这个系统的开关只有当神经系统切换到深层睡眠模式的时候，它才会开启。所以当你只是闭目养神，或者是滑手机滑到半夜，大脑里的神经街道还是拥挤的，清洁大队根本就无法上班。这就是为什么熬夜会让我们的大脑堆满垃圾，也就是为什么你的智商会打折的原因哦。那些没有被排掉的类淀粉蛋白，就会像粘稠的油漆一样涂在你的神经元的外面。这会让我们原本应该像高铁一样快速传递的讯息，现在必须要穿过这些又厚又黏的垃圾才能到达。这就是为什么你会感觉到你的反应变慢了。这不是因为你瞬间就变笨了，而是因为你的系统路线过窄，讯息传不过去才造成的。除此之外，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没有睡好的时候，同时也特别容易发脾气呢？这是因为负责理性判断的前额叶，在垃圾堆积的情况下，会选择优先关闭，以节省能源。这个时候，负责原始情绪的边缘系统就会跳出来接管。这就像是我们的手机过热的时候，它就会优先关掉一些复杂的程式。那我们的大脑为了要自保，
它也会优先关掉我们的智慧跟理智。所以熬夜后的烦躁，其实是我们的大脑在告诉你，我的系统快要烧掉了。既然我们这台生物机器是需要定期清理垃圾的，那我们应该要如何优化这个排毒过程呢？在这里我就想要分享3个建议。第一个，侧睡是最强的引流术，侧睡最有利于脑及髓液的流动。侧着睡呢，可以让重力帮助排污系统流得更加的顺畅。所以如果你今天只睡5个小时，你可以试着侧着睡来提高清理的效率。第二个，睡前1小时的降温模式，不要在睡觉前一直滑手机，因为蓝光会让你的大脑以为现在还是白天，清洁大队它就不会出动。所以我们可以试着把灯光给调暗。第三个，规律的清洁排程。如果你今天熬夜了，隔天一定要记得在晚上11点以前就要入睡。大脑的清理机制在前半夜是最活跃的时候，偶尔的加班是可以补救的，但千万不要让垃圾堆积超过48个小时，否则那一些垃圾真的有可能会伤到你的神经，而且会让你笨很久哦。其实睡眠从来都不是在浪费时间，而是在为了明天做系统的优化。当你愿意在深夜清空你大脑的快取垃圾，你所换来的呢，将会是一个更清晰的视野和更从容的自己。如果今天这一部影片让你发现你的疲劳是因为你的大脑的垃圾没有到，记得要帮我按赞，同时分享给那些爱熬夜的朋友。最重要的是，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我会持续陪你用科学家的逻辑优化你的系统。我是 Dr. 静宁，在科学里看见生命的奇迹。我们下次见，拜拜。